8月初了，天气渐渐凉爽了，我们也开始种植各种秋菜了。蔬菜种植有讲究，有些适合育苗移栽，有些适合种子直播，有些两者都适合。今天我们主要介绍一下我们经常用种子进行直播种植的秋菜。首先是各种萝卜，比如白萝卜、青萝卜和樱桃萝卜。萝卜是特别适合在春秋进行直播种植的，特别是秋天，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凉爽，萝卜不但不会像春天那样抽苔，而且会越长越健壮。尤其是经过第一次霜冻之后，萝卜会变得非常甜，非常好吃。我在2周以前2伏的时候已经种下了一批萝卜，今天我会再种一批萝卜，我后面还会再种2批萝卜，每一批大概间隔2周。如果你喜欢吃樱桃萝卜的话，秋天8、9月份就是很好的种植季节，因为樱桃萝卜的生长周期比较短，大概是20几天，不到30天就可以收获了，所以在时间选择上也特别的灵活，而且它占用的空间特别的小，只要有一片空地就可以了。第二个推荐的菜就是菠菜和茴香。菠菜和茴香都是喜欢凉爽的蔬菜，在春秋种植是非常的合适的。菠菜和茴香是比较典型的，更适合用种子进行直播的蔬菜。我以前在育苗盆里边尝试过给菠菜进行育苗，然后移栽，但是效果不太好，很快就抽苔了。茴香的话，是因为要种植一片茴香需要的小苗数比较多，所以育苗的话投入产出比比较低，所以直播会更好一些。这里边我说的茴香指的是小茴香，不是那种大颗的球茎茴香。球茎茴香因为是吃球茎的，每一颗都可以长得非常大，所以适合育苗。第3个我要推荐的用种子进行直播的秋菜就是豌豆和荷兰豆这些耐寒的豆类了。像豌豆和荷兰豆这种豆类也可以育苗，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这些豆类在秋天种植的时候非常容易发苗，非常容易生长，而且几乎没有虫害，所以没有必要花额外的精力进行育苗。像豌豆和荷兰豆这种，我们既可以吃豆苗，也可以掐豌豆尖儿，还可以留到最后吃豌豆和荷兰豆。如果是吃豆苗和掐豌豆尖儿的话，我们就可以种得更密一些。第4个要推荐的就是叶用芥菜和沙拉生菜。这类菜我们主要收获的是小嫩叶，所以更适合直播密植。如果我们想收获的是大芥菜或者是整颗的生菜的话，那么育苗就更合适了。第5要推荐的就是那些本身就是很小颗，对生长空间要求不多的青菜，比如说奶油白菜、青江菜、小白菜、油菜心儿、菜苔等等。这类菜直播下去之后，很快就可以发芽出苗。等到小苗长出2、3片针叶的时候，既可以见苗来吃鸡毛菜，也可以挖出一部分苗来进行移栽，非常的灵活和方便。因为这类青菜在整个生长周期都可以食用，所以不管是在哪个阶段收获都不会浪费。最后我要向大家推荐的适合秋天直播种植的青菜就是茼蒿和香菜了。这2种蔬菜的种子发芽比较缓慢，在直播前最好先用水浸泡几个小时，让种子吸满水。浸泡之后把种子表面的水擦干，稍微晾一晾之后再种，这样的话种起来也更方便一些，同时也提高了出苗率，增加了发芽速度。这些是我一会儿要去种的种子，这里边有菠菜和小茴香，然后是茼蒿和豌豆，然后还有几种萝卜，2周前已经种下了一批，后面我再整理出一些土地，然后继续再种几批。这个是2周前种下的青萝卜和白萝卜，整体的出苗情况还不错。这些是更早的时候在7月中旬种下的胡萝卜，现在苗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当时在胡萝卜的旁边挨着网的地方预留了一块空间，我等下会把豌豆种在这个地方。这是准备好的种茼蒿和菠菜的地，这边我会种下茴香。我们还是先来搂沟。接着施底肥，我还是选用这种混合的鸡粪肥作为底肥。接着把肥和土稍微混合一下。接着就是撒种子，我们先种茴香。接着种菠菜。然后是茼蒿。
最后是种豌豆。最后，我们薄薄的给盖上一层土。最后一步，浇上定植水。用种子直播种菜非常的简单，省时省力。相较于育苗移栽来说，只是对土壤的要求稍微高一些。土壤要细致湿润，太多的颗粒会影响种子发芽。所以在种子种植之前要平整土地，适当添加一些堆肥土。在种子种下去之后，需要每天浇一次水，保持土壤的湿润。对于散播密植的青菜，如果将来想收获很大棵的，可以在长出2-3片针叶之后，挖出一部分苗移栽到更大的空间。同时也可以通过间苗收获的方式，从小菜苗开始持续的收获，直到收获比较大棵的青菜。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我们下期再见。